在世界上有一大堆和自己同名的家伙，这是只属于高人气机体的幸福烦恼。在00第一期的主角高达中，能天使和力天使显然就是这样幸福的家伙。和能天使的衍生型号都一直保持着对格斗战专精的一心一意不同，力天使的衍生型号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因此其发展路线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画风，成为了大型外挂马甲与追加重炮的狂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力天使的那些衍生版本吧。和能天使的情况差不太多，力天使的衍生型号同样可以分为在原本机体上进行修补，以及为机体追加装备两大类。前者有力天使高达修复型以及力天使修复型3，而后者则是基恩装甲 D 型以及鱼雷型力天使高达。我们就先从最重量级的说起吧。其实力天使的两款追加装备都以尺寸巨大以及火力强劲著称，但这其中更强的那个显然是基恩装甲 D 型，与依然重视格斗战的 E 型不同。D 型在极大强化了力天使火力之后，追求的是以单机实现对舰队规模敌人的歼灭。因此不管是以这个规模的敌人来说，还是以基恩装甲这个尺寸的大型机动兵器来说，贯彻原本力天使那样开一枪击坠一击，以点对点的杀伤辅助队友的路线肯定是行不通了。于是基恩装甲 D 型便在设计思路上360度转向，选择走上了无数机体都曾经走过的火力压制之路，希望依靠倾泻绝对的火力将大量敌人活活淹死。因此基恩装甲 D 型在整体画风上和主张精密度的核心力天使不同，整体设计的相当粗犷，可以看作双臂的机械臂上不同于一型左右对称的大型基恩剑，选择了左青龙右白虎的不对称设计，其中右手上安装了一门折叠式基恩双管步枪，而左手则是一个超大型的基恩导弹加仓。同时双肩同样搭载了大型基恩加农，在火力过剩这方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在实战方面，洛克昂使用的战术是在逼近敌人舰队后，先散布大量的基恩导弹弹幕，突破敌舰 MS 组成的防御阵线，然后再利用基恩双管步枪或者加农炮直取敌方母舰，并且与一型一样，合体状态下也可以允许力天使高达的驾驶员和基恩武装战机 D 型的驾驶员共享操作，以减轻机师负担。同时基恩武装战机 D 型还能由哈罗负责控制，由哈罗负责对基恩武装战机 D 型进行辅助操作。而防御力方面，基恩装甲 D 型则同样搭载了基恩立场发生器，可以用球形的基恩立场包裹全身。只不过话虽这么说，但基恩装甲 D 型在动画里的表现就比较一言难尽了。虽然拥有压制力极强的火力，但是相对的本体也相当不耐造，由于攻击时无法展开基恩立场，所以此时可以说是这台机体最强也是最脆弱的时候。动画里正是在此时突然受到攻击，导致基恩双管步枪当场报废，左肩的加农炮也被毁，洛克昂只能驾驶力天使脱离，而被舍弃的基恩装甲竟然立刻被弗吉尼亚级运输舰舰炮的一发炮弹轰至支离破碎。相比之下，一型虽然防御上也算不得亮眼，但起码还是极限1换1，废掉了黄金大闸蟹的外壳。此外，洛克昂便只能驾驶远距离专精的力天使与近距离战特化的座天使2号机作战。原本射击惯用演示名，就导致洛克昂射击能力下降，现在更要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作战。但不得不说，洛克昂的技术确实扎实，在种种劣势下依旧成功斩断座天使2号机一臂。只可惜这场复仇之战并不只属于洛克昂一人，格拉哈姆的下属达利尔在此时插手了两人的战斗。他驾驶厄运式在身中4发导弹后，以残躯迂回到洛克昂右眼的盲区，将力天使的右臂撞毁，同时也将这个弱点暴露给了萨谢斯。力天使几乎立刻就被萨谢斯针对其死角放出的基恩獠牙击坠，而洛克昂也只能拖着重伤的身体将力天使送回，并向萨谢斯开出了最后一炮。如今 MB 力天使已经安排到位，对于基恩装甲 D 型的 MB 模型，财团币也是蠢欲动许久，估计到时候 D 型也会像一型的 MB 版一样被进行模块化分割处理。无论是基恩双管步枪还是大型导弹加仓，都可以单独拿出来跟力天使进行组合吧。除了这台最著名的基恩装甲之外，力天使还存在一款没在动画出场的追加装备，那就是代号为 DG014 的鱼雷型力天使。这是一套由全长超过30
30米的基恩鱼雷发射器与配套的专用声纳系统组成的力天使水中战用装备。不过说是定义为水战武器，但实际上大部分 MS 在水中性能都不怎么理想。00系的 MS 们也没有像吉翁一样在水产这条博大精深的领域精耕细作，因此这款装备的真正意义其实是一个地对潜鱼雷发射井。实现 MS 在不进入水下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精准开火，命中水底敌人。而其代号的 DG014，据说是力天使的第14把枪的缩写。不过至于是否真的还有14款隐藏装备，就不清楚了。毕竟这可能只是开发代号，中间存在空号也是正常情况。不过，参考财团 B 历来的作风，以及 MB 种系背包以及 F90A2 Zeta 的前车之鉴，搞不好哪天想要整点新的长期片刻项目的财团 B 就会掏出一套力天使14强设定图出来，也是很难说的一件事。在安装这套装备时，力天使的右肩通用挂载点以及右前腕都会与基恩鱼雷发射器对接，而左肩的挂载点则会搭载声纳系统，同时头部也会罩上一个额外的护目镜装备，以此应对海岸线附近多变的气候因素，同时强化机体的远距离视界。不过缺点是，一旦敌人接近，这个护目镜就成了累赘，所以在接近战中需要将其去除。至于这套装备的攻击方式，就是通过手中长达30多米的巨炮，利用力天使本体的基恩太阳炉以及炮下部的外装式特制基恩电容器进行供能，来发射基恩鱼雷。基恩鱼雷与常规鱼雷不同，头部非常尖锐，其工作原理与基恩导弹差不多。通过声纳系统制导后，以基恩粒子作为推进力，命中敌人后喷出高能量基恩粒子，从内部破坏敌人。其实某种意义上有点像地对潜版本的钢钉发射器，并且这门炮由于基恩粒子供应相当充裕，所以可以实现基恩鱼雷连射。只可惜动画里基本没有水中战的安排，所以这台机体最终也只能孤零零躺在设定集中了。和鱼雷型相比，力天使修复型要好不少，因为它起码还在剧场版有过短暂的露脸儿。在第2季打败准变革者后，天人继续作为世界的意志力方式的存在，但是却减少了在台面上的活动。在这个时代，只有判断新的联邦政府无法应对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战场之中。对天人而言，因为轨道电梯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基本上无法把 MS 从宇宙运送到地面上，反过来要从地上移动到宇宙也不行。因此天人的策略也做出了调整，选择将一部分机体藏匿于地球上，以便于在地球上展开任务。只不过这样一来，所需的机体数量也会相应增加，于是天人便将之后原本大破的力天使高达修复，由2代目洛克昂，也就是初代洛克昂的亲弟弟继承。在修复的同时也进行了不少改动，比如原本力天使的太阳炉已经从炽天使高达身上转移到了御天使高达身上，所以力天使修复型只能使用基恩粒子储存罐作为动力源，因此出击存在一定的时间限制。除此以外，机体后裙甲部位的推进单元也被增加到4具，光束狙击枪的挂点也转移到了这里。武器方面，原本就搭载的基恩导弹数量不变，取消了2把基恩手枪，并对基恩全副式盾牌进行了改装，将2件侧面的装甲改为了防御面积更大更厚的矩形盾牌，而正面装甲则采取了半透明材质。虽然视觉上给人感觉更加脆弱了，但实际上不光强度得到了提升，还赋予了机体正面迷彩的效果，增强了狙击时的隐蔽性。之后，随着00 10周年的到来，和格拉哈姆高达一起登场的，便是直接跳级到 R3 的力天使修复型3。至于中间的 R 跑哪去了，可能只有万代知道了吧。关于力天使 R3， 与其说是修复或者修改，不如说是回炉重造，可以说是颠覆了原本力天使定位的机体，基本只有本体上维持了原本力天使的样貌。除此以外，颠覆性的被定义为突击用 MS， 因此加装了非常强大的火力，整体风格更类似于基恩005德天使高达，而它的驾驶员正是与原德天使驾驶员提耶利亚拥有相同基因序列，并完全继承了其记忆的克隆人雷蒂西亚。虽然之前提耶利亚就已经很难界定男女了，这次名字也变得更加女性化，算是在男女莫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力天使 R3 在继承了力天使修复型本体的同时，取消了原本力天使的主武器基恩狙击步枪。
改为使用德天使同款的主武器基恩火箭炮进行战斗，而肩部的基恩全副式盾牌则被两面新式的基恩盾替代。这两面基恩盾内藏了2连装基恩加农，同时盾牌支持展开以扩大防御面积，并且可以双手握持。同时盾牌上还搭载了基恩立场发生器，可以进一步展开基恩立场来增强机体防御力。除此以外，由于其前裙甲被改装为了2具较小型的基恩推进组件，所以原本位于前裙甲内部的基恩导弹被取消了，但是膝盖护甲内藏的导弹发射器得到了保留。而动力方面，则运用了一些00高达量子型的技术，将拟太阳炉与基恩粒子储存罐并用，让机体可以进入3户模式，并且此时拟太阳炉的技术也得到了改良，可以放出无害的绿色基恩粒子。不过，如果觉得到此为止了，那你就太低估财团 B 了。毕竟力天使本体还没有出过 MB， 为了力天使 R3 新开的模具可不能浪费，并且隔壁正义女神 X 型也贡献了基恩狙击步枪的模具。本着省省就是1个亿的原则，怎么想财团 B 都不可能放过这个再出一次力天使捞一把的机会。于是和 MB 能天使概念型一起，力天使概念型也登场了。不过力天使身上的新东西就没有能天使那么多了。除了本体的标配几件套以外，就只有能天使同款的2连动力系统以及概念型基恩背包，并且为了匹配背包上的机械臂，将原本2把基恩手枪增加了数量，以实现4枪流而已。和能天使的大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敷衍了。那么您觉得力天使的这些衍生型号里，哪一个设计的最好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